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4月13号。今天啊，看到这样一个新闻，新闻里有这样一句话啊，叫做"黄金是2025年最大的确定性"。这句话看得我忽然是灵光一闪啊！你想想，咱们之前就做了很多期关于黄金的这样一个视频，这个话呢，正好我们拿过来，今天就专门聊一聊，就是黄金是2025年最大的确定性。这个话大家听着是不是特别的给力啊？就感觉说你只要手里面买到了这个黄金，那么2025年呢，你啥也不用干了，那就是属于躺赢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子呢？别着急啊，大家听我往下面聊一聊这个事情。就是说，黄金作为确定性这个事情呢，它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象，它里面呢还有很深层次的这个核心的本质东西在里面。我看到这句口号的时候，是我们要先明白这样一个事啊，就是说这句口号的就是黄金是2025年最大确定性的这口，它不是说金价25年跟坐火箭似的，嗖往上涨啊，买了就是稳赚不赔。你要是真的这么想啊，那个格局呢，可能就有点小了，很容易呢就会被其他的这个媒体或者是信息所忽悠。那么他所说的这个确定性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在2025年这个年度剧本里面，就是黄金和股票、债券，还有就是房子呀，或甚至说其他的一些上蹿下跳的这些虚拟币比起来啊，黄金作为这个无息的资产，它的这个角色定位和功能属性，可能就是属于最稳当、最不容易出幺蛾子的那一个啊。都知道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感觉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啊，甚至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一个状况，特别是有咱们这个2025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咱们的川普，就咱的董王啊。那么对照它这个不确定性，那黄金这个确定性呢，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就是全靠川普老师的衬托，黄金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了很多人投资里面的这个定海神针。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定海神针从头到尾看一看。你说为什么是黄金呢？为什么又偏偏是2025年呢？这个天时地利又是怎么凑出来的呢？首先说就是经济这方面的事儿啊，咱们先来看一看2025年的全球的经济啊，就有点像一个喝醉了酒的小伙伴，属于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啊，一边呢就是怕通胀这个拦路虎赖着不走，搞得这种物价呢飞涨，手里面的钱呢也会变得毛了，钱就不值钱了。另一方面呢，又担心经济踩刹车，甚至说咣当一下停在那里不动了。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状况？之前咱们做节目也聊了这个啊，这个就是美国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滞胀进退两难啊。2025年，咱们董王也是说了，我既要又要，这种格局之下，大概率呢没办法，这个经济肯定还是要左右摇摆啊，上上下下的感觉，大家在过去一周或者说过去的一段时间也感受到了，光一个关税战就已经打得这么热闹了啊。更不要说董王其他的政策再出来之后，全球的经济会面临什么样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啊？除了这个呢，还有就是全球的债务堆了一堆，跟山一样啊。主要全球的债务是谁呢？就是美债啊。它呢现在是政府欠了一屁股债啊，大家心里面现在也是犯嘀咕啊。你说这个债怎么还啊？之前看新闻说，今年6月份大概有6亿美元的债务到期啊，到时候要重新借新还旧了。你说这个钱怎么办？是开了印钞机咱就直接印，还是说印了之后你得想办法把它卖出去，对不对？如果要没人买，这样这个债那可就真的是麻烦了啊。现在不光咱们恐惧啊，现在咱们的董王因为关税这个事情，美债的收益率已经干到了10年期，我看也到了4.5啊，就是目前的这个收益率。等到6月份的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想象出它新印出来的这个债，你要定多高才能让全球的小伙伴去买你的这个债券啊？那么说完了美债，咱们再来看一看，就说黄金在这个剧本里它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说白了，它就是那个压箱底儿的大宝贝啊。经济过热，通胀高怎么办？黄金呢，那就是对冲高通胀的这样一个老的法宝了啊。经济衰退风险大怎么办？黄金呢，就是避险资产里面的诺亚方舟啊。你说对政府疯狂印钞没有信心怎么办？那黄金就是不靠任何人背书的这个硬通货啊，它就是香饽饽，而且它是无息资产啊。
所以说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不管是经济你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啊，只要说这个不确定性在增加，只要咱们的懂王还在继续发光发热，那么黄金的戏份那肯定就是少不了的。黄金呢，它并不是说2025年的经济一定要完蛋，而是说2025年的经济呢，它肯定是好不到哪里去啊，这个幺蛾子肯定是少不了的。这个时候呢，黄金中性的家伙反而就是变得最吃香了。说完了经济方面的，再来看一看地缘政治啊，就是说你看啊，就是东欧那边现在还在打，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那边并没有停火，还在打。中东那块现在也变得不消停了啊，这还不算完啊，特别是大国之间的这种战略博弈啊，贸易上的摩擦，那叫一个精彩纷呈啊。刚刚我们也感受到了，这2025年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啊，指不定全球的哪一个角落就给你来一下爆炸啊。那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个地缘政治风险，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就是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啊。以前大家兜里都是揣着美元很踏实啊，但是现在呢，你看一看上周的美元指数已经跌破了100了啊，很多国家呢就开始琢磨了，你说这个鸡蛋是不是咱们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万一你说哪天跟美国这个大哥闹掰了啊，换句话说就是没闹掰，他心情不好，他不光要杀对手啊，而且还要杀队友啊。杀队友怎么办？杀队友记几期啊？你说这个资产万一被冻结了怎么办？万一他强迫你买美债怎么办？万一你买了美债100年他都不还你怎么办？而且呢，这个美债是没有利息的，不允许交易的，你说怎么办？那也没办法啊。你说搞点啥呢？那就是黄金呗，全球公认啊。只要不认美国这个大哥，那你就必须要认黄金这个大哥啊。还是说黄金在地缘政治体系里，它的定位又是什么？就是大家听过啊，就是叫乱世藏金这句话啊。地缘政治一紧张啊，避险情绪呢立马就会飙升，黄金价格呢也会直线飞涨。更重要的是嘛，现在是全球战队越来越明显的这样一个趋势啊。黄金呢，就是成为了少数几个保持中性的硬通货，不管你是谁啊，黄金永远就是黄金，价值呢那就是摆在那里的。它就成为了各国大佬分散风险、暗中较劲的这样一个必备的神器。你说啊，大佬们都要买黄金，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全球的央妈就开始忙着买这个黄金了啊？这2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全球各国的央妈，就是它的这个中央银行，就跟商量好的似的，大家好像就是统一开了会啊，就开始疯狂的买黄金。1年买个上千吨就跟玩似的，不是说一家，就是全球这些国家的央行加起来啊。那中国的央行这边现在也是开启了这个买的模式啊。有数据说啊，已经连续5个月在买入黄金了。你像在上个月3月份的时候，已经净买入了2吨多啊。你说为什么啊？前面咱们也说了，一个是分散风险，他不信任美元了，那就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了。这帮国家队他下场扫货，就是给黄金的价格呢拖了一个最坚实的底。除了全球央行，咱们再来看一看美联储，大家现在都是盼着它这个降息放水刺激经济，但是它现在是什么情况？扭扭捏捏啊，降息就跟挤牙膏一样啊，一会儿说呢通胀现在还很高，我不能降息，一会儿又说呢又怕这个经济下行，就是这种政策它现在也变得这种摇摇摆摆。本身呢就给市场提供不了信心，而且呢还制造了更大的一个市场波动。那么黄金在这样的一个局势里面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央妈带头买黄金啊，这就是官方盖章认证了，告诉全世界黄金这个玩意儿绝对是靠谱的。它对市场信心呢就是巨大的一个提振。美联储降息本身是利好黄金的，因为持有黄金它是没有利息的，利息降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呢也就随之降低了。但是过程是曲折的，市场呢越波动，黄金的避险属性反而越容易被激发出来，更别提长期来看啊，就是对于法币啊，就是全世界各地印的这些法币啊，这些纸币，它的这个信用，那就是一个潜在的担忧了。大家都在担心这个法币本身的一个信用问题啊。那么你说黄金作为2025年最大的这个确定性，这个确定性到底是确定了个什么东西？这里面有什么咱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点？首先说，它确定的是这个角色，而并不是说你买了就一定会赚啊。咱们再强调一下，就是黄金的确定性，是指它在那些我们刚刚聊的什么股票呀、债券呀，就是房子呀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剧本里，它大概率会扮演出这样一个
避风港的扛把子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啊，绝对就不等于说黄金的价格就是只涨不跌、稳如泰山的啊。这个金价呢，其实还是会产生波动，它会受到利率啊、美元汇率啊，包括投机的资金、ETF 买卖这些因素共同影响啊。它可能是全班里面那个最稳的学霸了，但是呢，学霸偶尔也会考砸一两门，是不是？别把买黄金当成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啊！你像高盛呀、大摩呀，他们也是在预测2025年的金价呢，肯定是要突破新高啊，突破3500到3300这样一个价格的。这个呢，可以给我们的投资作为一个参考。那么你说黄金它有没有缺点呢？它最大的缺点又是什么呢？首先说啊，黄金它不会下崽啊，就是说它不会像股票那样有分红，债券那样有利息啊。你抱着一堆黄金，抱着一堆金疙瘩睡觉啊，它不会给你变得更多啊。你有1斤，它就是1斤啊。它呢，如果说2025年后面的这个股市的走势变好了，它上涨了，或者说这个利率死活不降，然后我们拿着这些黄金呢，你就相当于错过了其他赚钱的这样一个机会。这个呢，也就是说的黄金的机会成本，咱们呢心里面要知道这件事情啊。还有小伙伴就是问过，就是这个纸黄金和金疙瘩之间是不是一回事啊？首先说它不是一回事啊，就是市场上交易的很多黄金的 ETF 呀，或者是期货的合约呀，就是这些纸黄金就跟股票一样是买卖方面的，但是受到金融市场的情绪、杠杆资金的影响很大的，它是有时候跟实物黄金的供需呢，它是会脱钩的。很多的大佬啊，特别是全世界的央妈，人家玩的那就是真金白银的这个金疙瘩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聊的这个确定性，你得想明白自己玩的到底是哪一种，风险不一样的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就这样认为啊，说驱动金价的核心力量，慢慢的从纸黄金转向了央行和场外的实物需求，这个呢就让金价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了。说完了全球购金的这样一个事情啊，咱们再往深里面扒一扒啊，就是说到底黄金，你说它的本质是什么啊？还是说回到这个人性和信任的这两个基本的点啊，就是恐惧和贪婪啊，轮回不止的这两个东西是黄金这个东西呢，特别吃恐惧这一套啊。世界一乱，大家心里面一慌啊，就会把它想起来啊。要是说天下太平了，经济繁荣了，大家都冲进了股市里边去搞钱了，贪婪呢就占据了上风，黄金呢自然就会很容易被冷落。说白了啊，2025年黄金是最大的确定性，潜台词就是预判了2025年它的恐惧是大概率要压倒贪婪的。说完了这个恐惧和贪婪的关系，还有最基础的一个就是信任，信任还是信任啊！现代的金融体系说白了，那就是建立在信任这两个字的基础之上的啊！你信政府，它不会乱印钱；你信银行，它不会倒闭；你信美元还能够买到东西。但是现在啊，像这种信任呢，现在正在被一点一点的侵蚀。当你对这一切开始打上一个大大问号的时候，黄金这种几千年来都硬邦邦、不耗任何人承诺的玩意儿啊，它的价值立马就会凸显出来了。这是对系统不信任的时候，人类最本能的一个选择。其实说白了啊，就是全球的央妈和咱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他的想法呢，他其实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央妈他买黄金呢，那是做的国家战略，考虑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种大的策略，是为了国家的金融稳定、货币主权，是为了应对极端的一个情况。你像咱们普通人买这个黄金呢，可能就是为了做点对冲通胀，或者说感觉投资风险大了，买点求心安。更多的是看短期的价格，但央妈的这个行动呢，给市场就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心理按摩。你看啊，就是国家队呢，他现在都已经开始买了，这玩意儿是不是贼靠谱？这个呢，就无形之中强化了黄金的确定性。咱们这样啊，既然都聊到这里，咱们不妨把脑洞再开大一点，咱们就来看一看，你说黄金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首先是黄金和比特币啊，有人就说过，就是比特币呢，就是新一版的数字黄金，它呢也要抢黄金的这个饭碗。确实啊，你说比特币也有这种稀缺性或者是去中心化这些特点，但是你要知道，在国家的层面里，特别是在央行储备里，比特币的那个波动性和监管的风险啊，还有被黑客攻击的可能，就让它暂时还上不了这种大雅之堂。
未来的比特币和黄金呢，到底是竞争还是说互补？现在呢，我们都不是很明确。但至少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吧，就是黄金它作为几千年来累积下来的这种共识和信任，它不是一个十几年这个小年轻的比特币它能够轻易取代的。这个一点呢，我们是可以判定的啊。那么你说更长远的打算呢？包括什么气候变化呀、资源的争夺呀、人工智能带来的这些颠覆呀，你像这些超级宏大的议题面前，最终都可能会影响全球的经济和权力的格局啊。就是在那种可能更加动荡和充满未知的这个未来里面，黄金作为终极价值存储的手段，这样一个角色啊，是会被进一步削弱呢，还是会进一步受到强化呢？这一点呢，值得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啊。聊了很多，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说，黄金是2025年最大的确定性。这句话它的核心逻辑在哪里啊？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它不是说你预测黄金的价格必然是上涨的，而是在说这样一个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信任缺失、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经济方向不明的2025年。黄金呢，凭借着它几千年来不变的这样一个避险的属性，超越了主权信用的价值共识，以及说全球央妈用真金白银给它做的背书，成为了在众多的投资的资产里面那个角色功能最不容易跑偏、最能够满足大家在混乱时期对安全价值锚的需求这样一个选项。这是一种基于对未来风险预判的风险管理的思维啊，它是一种相对比较，而不是一个什么绝对的拍着胸脯保证的黄金一定会涨的这样一个逻辑啊。首先啊，它承认了世界的复杂性，包括人性的弱点，还有就是信任的脆弱。它就明明白白告诉你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黄金可能就是这个相对靠谱的一个压舱石。当然了，你说任何时候喊最大确定性的啊，咱们都得要留一个心眼儿，谁也没有办法预判未来是什么样子啊。咱们呢还是要对市场有着敬畏之心的。那么大家对于黄金是2025年最大的确定性这句话是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分享在评论区。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